大家好，我是面具人。哎呀，出大事儿了，出大事儿了！比特币大跌了，以太坊也大跌了，然后呢？哎呀，SLP、AXS 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哎呀，这可怎么办呀？哦，不怎么办，我们依然是很开心呀。因为面具人早就带着我的会员在2、3个月以前就提前开始布局了。你说这 SLP AXS 它就算跌，它能跌到哪儿去？跌下去5倍、6倍，那我们也不怕呀，对不对？面具人的会员都是从几毛钱开始买的啊，早就赚了10倍了，对不对？目前来看呢，现在比较慌的就是最近入场的这些新人，害怕 AXS、SLP 下跌了，完蛋了，套住了。再加上机构的这些空军，包括那些大外宣博主帮共产党维稳，说 SLP、AXS 是山寨币，已经崩盘了，绝对会唱空，割掉一群脑残被骗割的韭菜。好，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从2个方面来讲一下。一呢，就是 AXS、XC、SLP 的未来前景，以及呢，我告诉你们啊，这些币啊，它就算跌，你还有别的办法能赚更多的钱。具体的一些玩法和操作思路，我会在节目中间公开的。第二点呢，就是我要公布一个重大的财富密码。好，首先呢，先来给大家看一看面具人昨天举办的画 K 线大赛的网友投稿啊。本期呢，应该是一位台湾网友画的剑龙形 K 线图啊。你看这个图片，画的还挺专业的。你们看，有最高点的背部支撑，还有低点的腹部支撑，有龙尾，还有龙头，俗称比特龙。哎呀，画的不错呀。就是缺少了一点那个提神的专业韵味啊，那个提大人嘛。这位台湾网友呢，真的是太有创意了。好，他已经在面具人送出的价值$600的昆虫 XC 蛋的考虑名单当中了。同样的，还有更值钱的爬虫蛋，大家想要的话，就转发面具人的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到我的邮箱。还有呢，想参加 K 线大赛的朋友们，欢迎给我发邮件投稿啊，影片或者是图片。好，昨天的 AXS-SLP出现了一定的回调，对吧？很多人有点慌害怕了。OK， 为什么他们会害怕？来，面具人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看那儿有个野猴子啊，你拿个 iPhone 手机或者是照相机 camera 给他过去玩的时候，你伸手过去的时候，这个猴子一看到，这相机是什么东西没见过，他也害怕。这些人害怕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认知能力不足，说白了就是 old school。现在来看呢 ，AXS、SLP、XC 它们是3者互补、3核驱动的。纵览整个加密货币市场，找不到一款像 XC 这样的铁三角3核驱动的产品。为什么面具人说这3个玩意儿当中的任何一款产品，你持有了以后都不会怕跌呢？来，大家算一笔账啊。目前呢，AXS 跌到了25以下，很多人呢是27、28入的，对吧？觉得自己被套住了。好，我们就取一个平均值，$25一颗 AXS。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你们看，目前市面上的 XC 蛋蛋是多少钱一颗？看图，目前的一颗 XC 蛋的卖价是$370。这个价位绝对是秒卖的，因为它是相对于市场价还算是比较偏低的，排在前列的，容易卖的，是最便宜的卖价，都要卖到$370一颗。而 Full XC 蛋的成本是 AXS 4个，价值$100，SLP 300个，价值$75，共计成本是$175。这就是 XC 孵蛋的成本，也就是说，将你的 SLP 或者是 AXS 共计$175的成本变成蛋卖掉，你能拿到$370，而且这还是秒卖。其实卖慢一点，你还能卖更贵。那么把$370对比$175的成本，按照币价的涨幅来算的话，大约是2.5倍的收益，2.5倍的涨幅。换成别的币，你觉得你得埋伏多久啊？
你们现在仔细想想，比特币从现在2、3万回到6万得多长时间？这也是2倍多的涨幅啊！而且呢，想要达到2.5倍的涨幅，你得面临多少个合约爆仓的风险呢？然而呢，玩 Axie 的蛋蛋，我只需要眼一闭一睁，哇，钱就赚到了。哦，对，我说的这个收益呢，还只是孵出来最垃圾的 Axie 蛋蛋啊。如果你孵出来的是极品怪兽，比如音波虫、蜗牛蜥蜴、恐惧虫这类的极品怪，那你就是至少10几倍的收益，因为这些宠物随便都能卖到1个以太坊以上的。至于孵蛋的父母呢，还可以帮咱们打 SLP， 产生被动收益，每天有300、400块钱人民币的收益。你说我怕不怕他爹呢？面具人已经有300多只 Axie 了，你看我怕不怕？而且呀，我告诉你们，我买 AXS SLP 去孵蛋的时候，我是从来不看价位的，我只看我需不需要。我需要了啊，我 SLP AXS 用完了，哪怕它30，我也是照买不误。因为我今天不孵蛋，我明天不卖宠物，我会少赚钱。我不在乎它跌还是涨，因为那点涨跌啊，相比于我做卖蛋的生意，我挂到商店去卖宠物，那点利润已经是不值一提了。这就是生态，这就是循环。为什么作为币的 AXS 和 SLP 转化成宠物就能卖更贵呢？那你就要考虑到它的实用价值了，比如好看呀、可爱呀、娱乐呀、收藏呀、对战虐人呀、赚钱呀、打 SLP 对战等各种各样的因素，这就是它的附加值。你可以横向对比去考虑参照一下大陆的那边的房地产，对吧？共产党给房地产附加了很多附加值，比如上学、就业、养老，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是它的价值。有这个商品市场在，还不算那些对战拿土豪宠虐人装逼的因素啊。只要这个市场在，大把的人看到币价上涨了以后，他们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啊？我现在给你们说白了，他们心里面是这样想的：哎呀，你们赶紧跑吧，赶紧出货，赶紧卖，砸盘，砸得越狠越好，赶紧砸，好让老子低价买入 AXS SLP 去孵蛋呀，是不是？所以呢，多和空就这样在 Axie 的世界里面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动态平衡。这一点呢，绝非是狗狗币那些只能持有在手里面发呆的币能比的。有消息了它就涨，没消息了啥都干不了，只能跌。而且呀，你们再看看面具人我的宠物啊，我的宠物孵的都是强者基因，孵出来的都是能虐人的怪，我卖出去的更贵，我能赚的钱就更多。你说我怕啥嘛？对不对？赚钱的思路和策略一定要多元，东方不亮西方亮嘛。面具人我在用180种方法撸钱的时候，你们这些个垃圾 old school 还在那儿跟个地鼠一样，多还是空，涨还是跌，有没有什么利好消息？哎呀，庄家又砸盘了，割韭菜了，咋办呀？完蛋了，跑！你说你们这些个废物不割你们割谁呀？赚钱是凭本事凭脑子的，而不是说把你的大脑交给某个博主，交给某个消息面，交给某个 K 线去帮你画出精彩的人生和未来。好，这是 SLP AXS 为啥不怕跌的原因啊，以及呢它的财富密码和它的这个避险方案，对不对？哦，对，我知道你们心里面还在想什么，那就是接下来的财富密码撸钱方式，对不对？好，这个问题啊，我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公布，这是压轴的大好消息。好，咱们再来说一下 Axie 本体啊，大家都知道币安是 Axie 的大股东，而币安呢又是共产党的白手套，而共产党它是靠什么起家的呢？传销，野火燎原，对不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主义思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对不对？共产党最擅长的就是庞氏游戏和传销。咱们就拿大陆的出租车行业来举例，从最早的马自达奥拓，一辆车呢也就是1、2万块钱人民币一辆，到现在呢，大陆的出租车动不动就是50、60万元人民币。出租车是越来越贵了，出租车管理公司的管理费也是越来越贵，还要有保底儿。
可是呢，你们看啊，共产党他就一直在严格的控制出租车牌照的数量，并且呢还要强制报废、更新车辆，他一直都在抬高门槛。为啥呢？他为啥要严控出租车的数量呢？因为这样可以保证出租车的稀缺性，保证了稀缺性就能保证它的价值。那么管理公司才能够收取更高昂的管理费，因为这个出租车是有限的，你不干有人干。同样的，咱们再来看一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也是一模一样的。共产党严控二手房交易贷款，绑定上学啊，是为啥呢？也是为了加大它的稀缺性和附加值。那么问题就又回来了，共产党为啥敢这么玩？并不是因为共产党一党独裁啊，而是因为车呀、房子呀，他们是共识。一辆出租车一个月至少能产生8000块钱人民币的收益，这种收益呢，在大陆就可以养活一家人，这就是他们的共识，对不对？一套房子呢，本身就是几百万的通货的同时，每个月还能收2-3千块钱的租金，让你躺赚，这也就是人们趋之若鹜的原因。反过来呢，我们来看看 Axie， 一组强的 Axie， 目前呢也就只能卖个2-3万人民币左右。可是呢，一组 Axie 它稳定一个月也能产出4500个 SLP， 折合人民币也就是8000块钱左右，甚至更高，因为币价涨了以后更贵嘛。那么 Axie 就算拿去做慈善啊，一个月也能够达到3000块钱左右的收益。那么问题就来了，凭什么你一个2-3万块钱投资的东西，就要比人家50-60万还要辛辛苦苦跑车的出租车强，还要比人家几百万的房子收租强？所以呢 Axie 目前呢是严重溢价不足的，它的投资和它的收益啊，远远是不成正比的，它的收益远大于它的投资成本。所以呢，只要是有利可图，它的附加值足够， Axie 涨到一辆出租车的钱又何妨呢？因为它能赚钱呀。不仅如此， Axie 还有更多的娱乐功能呀、收藏功能呀、装逼功能呀，这也都是它的附加实用价值。其实呀，官方也知道这个事儿。目前呢，我能看到的数据就是 AXS 最大的大卖单啊，已经到了$46。但是目前呀，官方为了爆破市场，现在还处于推广市场的阶段嘛，官方就是要让它有大收益，而且呢是那种低投资就能带来大收益的这种广告效应，并且呢还要配上服务器挤爆了，大家排队进不去，整个市场太火爆了，这些都是饥饿营销而已，都是整个官方的营销套路策略的一环。我们看整个市场啊，比特币、以太坊已经空了2个月了，散户投资者们也都比较迷茫，想入场呢又怕会有新低把他们套牢，而 NFT 结合 DeFi 收益的 AXS、SLP、Axie 这个全新领域的火爆，暴涨了5-6倍，创造了新的无数的财富神话，让很多人呢一夜之间赚了很多钱，也点燃了散户们的热情。同时呢，因为 NFT、Axie 还有 DeFi 它都是一个未知领域，所以呢你也很难黑它，因为没有发生的事儿，谁也不能张口就来嘛。那么大家可以尝试的空间也就很大，那么它可以消费的希望空间也就很大。而精明的机构、官方、庄家们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因为这是一个未知领域，它能卖多贵，它有多大的上涨空间啊，完全没有一个参照物，懂了没？只能靠大家的预判。所以呢，这些机构呀、庄家呀，他们当然会借机炒作，吹出一个新的资金池，吹出一个新的能赚钱的领域，而这就是你我的机会。还有呢，就是官方为啥要抬高 Axie 的价位呢？目前呢 Axie 的交易呢，是每位交易者的交易费都要抽取，它现在的交易费已经涨到了4.25%，也就是说，官方的单笔利润就接近9%，而且呀，以后可能是双向收，收的更多。哎，
就目前来看 ，Axie 的单日收入已经和王者荣耀持平了，单日达到了820万美元。所以呢，你们不要小看这个手续费的收入哟。而且这还是建立在 Axie 还没有正式上线谷歌商店 App Store， 大陆的那些欧美的那些氪金土豪还没有大把的冲进来呢，包括中东的那些沙特呀还有那个叫个啥以色列的那些石油国家啊，这些网游氪金土豪还都没有冲进来呢，对不对？所以把 Axie 的价位抬高，这就是官方的唯一目的，因为只有 Axie 卖得更贵，它才能抽取更多的分润，因为官方它就是要靠手续费吃饭的。那么这就要牵扯到面具人今天要公布的新的财富密码了，你们的机会不多了，也就是这几天吧。目前来看呢 ，Axie 是2D 横版对战游戏是吧？这个纯粹的2D 游戏真的是有点短板，纯2D 的嘛，有局限。但是之后的土地功能上线了以后，可就不一样啦。之后的土地功能上线了以后，整个就是一个 2.5D 的立体世界。什么是 2.5D 啊？你们可以参照英雄联盟呀、暗黑破坏神3呀、王者荣耀，甚至现在的另一个热门的区块链游戏 Alice 的功能 Axie Land 也都有。你可以在这片土地上玩吃鸡、荒野求生、开赛车，甚至是 MOBA、英雄联盟、王者荣耀，建造基地、攻城略地、偷菜、开网店、打广告、挖矿、收过路费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神奇功能。可以说 Axie 在 NFT 游戏领域又走在了最前面。从 2D 世界到 2.5D， 甚至以后的 3D 世界，这就是一个开放世界，能够给它赋予的功能太多了。而且就目前我得到的消息来看Axie 土地以后产出的是 AXS， 那这可比 SLP 更值钱而且 AXS 的总量是有限的，并且 Axie 的土地也是有限的。刚才也说了 ，AXS 以后会涨到我看到的大卖单至少是46美金那么也就代表着 Axie 它未来的价值空间价值期待可能达到50到100美金。那么你们就能算出来 Axie Land 每天能给你产生 AXS 能给你产出多少被动收益。嘿嘿，大家看好这张图图片上的灰点就是你的出生地，而图片上的红色区域就是资源点。红色区域越多越大，像这种红色大十字就代表它能采集的资源越多，而灰色区域离红色区域越近，就代表着你的采集效率也就越高，因为你的出生点离资源点近嘛。总之一句话概括下来就是出生地离红色越近，红色越大，你每天就能赚到的钱也就越多。而 Axie 世界当中分为几个档次的地段呢？你们知道吗？最高级的创世纪，说白了就是 Axie 的创造神住的地方，就是 Axie 世界里面的中南海天龙人之类的才能住在里面。不过呢，这块区域你们肯定是买不起的，一块地呢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甚至比北京的四合院还贵。前几天还成交了一块创世纪的土地，还上新闻了这个是最贵的区域接下来呢就是神秘领域。目前呢，神秘领域的性价比高的几乎也都没有了，要么呢就是很贵，40-50个以太坊，而且就算是这样这种价位，它的资源点也是非常少的，矿点很少，能挖的矿也很少。那我们就只能往下看了。接下来呢就是冰原，在冰原目前还是能够找到有几个大十字矿点的地段，性价比呢还不错。然后呢就是森林，最后呢是沙漠。你可以这样理解市中心和五环开外的区别，冰原和神秘领域是目前最值得投资的，也是大家能买得起的。可是呢，纯论性价比来说呢，冰原绝对是么么哒。反正面具人我这边的判断就是官方为了更大的利润以及创造更大的蝴蝶效应上涨空间，一定是会把土地推向新的高价的。我这边拿到的官方的一手土地也是很经典的阶段性向上炒作，同类型的地段放出来3-4块，一块最贵的封顶，2块低价让网友捡漏。
捡漏到的网友就可以回去吹自己捡到漏了。然后呢，哎，你看我这个捡到漏的几块钱，然后呢，你看官方现在卖25块钱，哎，我赚了几倍。大家这样吹了几下以后呢，哎，高价的也就被抢掉了。然后呢，官方收手续费。我告诉你们一个数据啊，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土地，这个土地啊，放在游戏世界里面大得很呢，非常非常大啊，总共有9万多块土地，而目前流通的只有1万多块，而且官方慢慢的放出来的土地是越来越贵，懂了没？为啥？因为卖的贵了以后，官方才能收手续费；因为卖的贵了以后，它值钱了以后，才能有广告效应，懂了没？不过这也是正常的，人之常情。咱们做生意啊，不要去眼红别人能挣多少钱，咱们就看咱们自己有本事能挣多少钱就行了。比特币一个都能卖到5、6万美金，而且呢，这比特币你除了持有就是发呆嘛，对不对？那你说这能收藏、能装逼、能娱乐、能赚钱、能玩的 Excellent， 它不得至少和比特币一样吗？你们要记住，目前纵观全球是没有这么强、这么完善的 NFT 生态的。Axie 它是龙头，人们永远只会记住冠军是谁，而不会记住亚军是谁啊！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大家可以翻一翻我之前几期的讲 Excellent 的节目啊，还从未像今天这样详细的讲过它的价值啊，以及它的未来啊。我的往期节目啊，在半个月前吧。我讲完 Excellent 啊，讲完的第2天土地就会翻1倍，第3天再翻1倍。哎呀妈呀，我今天又讲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啊。国内的 Old School 都知道炒房地产、炒地价，他们炒出来的那个价值是远远贵于钢筋混凝土的，是不是？你说炒房仅仅是为了用来住，那租房也能够达到这种功能吗？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在未来的 NFT 数字网络资产当中啊，现在就是一个分水岭，现在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时代，现在就要定江山，定出你以后是当房东还是当租客。未来是年轻人的数字资产，你只能赚明天的钱，而 Old School 只会经验主义，他们在画着昨天的线，妄想着赚明天的钱，最后呢，眼红泪流，酸酸酸，空还是多，涨还是跌？哎呀，庄家又砸盘了，割肉了，狗庄们太坏了！哎呀，我今天又爆仓了！哎呀，看我给你画一个 U 型线，哎呀，这个消息面不错，哎呀，它的这个放量就代表着它一定能触底反弹，再给你画一个 XYZ 型的线。哎呦，我现在一看到别人谁说什么技术分析呀、画线呀，我都要笑死了。好，想要加入面具人的会员群组，请加我的 Line。有些话呢，我也不能说的太直白，你们自己慢慢理解吧。多余的话，咱们群里面再说。拜拜。